我退伍回乡，砸下300万建了50亩极品番茄大棚，眼看就要狂赚几百万丰收。可眼红的堂叔为了敲诈我2成干股，竟在特大暴雨预警下达当天，开推土机死死填平了全村唯一的泄洪沟。要么签字乖乖交出每年40万的利润，要么3天后暴雨降临，就看着你的棚子变成王八池子。他以为掐住了我的死穴，逼着我这个退伍老兵低头下跪。可我转头就调来3台挖掘机，在自己的地界边缘挖了一个5米深的超大蓄水池，然后用水泥沿着2家的边界线筑起了一道2米高墙。直到3天后，特大暴雨倾盆而下，我的千万番茄在大棚里滴水未沾，毫发无损。而他亲手堵死的那条沟，却让他自己的养猪场变成了汪洋大海，满院子的大肥猪全在水里翻了白肚皮。他疯了般的找到我，哭着求我砸墙放水。当初你开着推土机填沟敲诈我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天这满院子的猪粪水得你自己一口一口咽干净。这是我托战友弄来的白玉番茄。峰哥，这批果子长势太绝了！外地冷链生鲜超市的售价，今天一早已经开到了30块钱一斤。咱们这50亩地，这把要是成了，纯利润绝对超过200万。果子是好果子，但越是金贵的东西越娇气。这白玉番茄的根系极浅，一旦大棚里积水超过5公分，根就全烂了。这300万的本钱就得全打水漂。咱们这儿虽然是低洼地，但北边靠着那条几10年的泄洪沟，那条沟连着镇上的主河道，排水能力强得很。就算下大暴雨，水也绝对存不住，顺着沟就排走了。再去检查一下通风口。今天这天闷得有些邪乎。全体村民注意了啊！刚刚接到气象台紧急下发的红色暴雨预警，3天后，咱们本市将迎来1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，局部地区可能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。各家各户赶紧把院子里的东西收一收，低洼地段的马上准备沙袋护门，有大棚的、养殖场的赶紧把外头的排水沟清理干净。这次的雨比5年前的要大。1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，3天后，3天后正好是白玉番茄准备采摘的最关键时期。这个时候来一场特大暴雨，简直就是老天爷在拿刀架在我的脖子上。峰哥，咱们这可是全村地势最低的地方啊，山上的水全得顺着咱们大棚外的地沟往下流。慌什么？马上叫上工人，拿上铁锹，跟我去北边的排水沟。只要那条沟没堵，天王老子下雨，咱们也能保得住果子。就是这儿，把这块死角给我填得严严实实的，1寸水都别想漏过去。多推点土，压实成点。明天一早我就把这些杨树苗全栽上，这一条沟填平了，我能多种几10棵树，全是钱呀！那条沟是我这50亩白玉番茄的命脉，也是整个盆地安全渡雨的公共水道。林大强，你不要命了！林大强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刚播了红色预警，3天后特大暴雨，你现在把天然水沟填了，是想让我这50亩给你陪葬吗？林峰，你跟谁大呼小叫呢？你瞪大眼睛看清楚，这沟刚好挨着我的承包地界，它挨着我的地，我就有权管。别说是下暴雨，就是下刀子，我今天也要把这沟给封死，种上我的发财树。挨着你的地界，你就有权填？林大强，你少在这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。这条沟是当年修的泄洪沟，是全村的公共水道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填埋，你这是违法，懂吗？我呸！什么狗屁法规？少拿城里那一套来唬我！我连小学都没毕业，这地我承包了，边上的闲置土沟我怎么就不能用？我在自己地边上种棵树，犯了哪门子王法？种树？你这叫种树吗？你早不填晚不填，偏偏大喇叭刚播了暴雨预警，你跑来填沟，你明明就是想用大雨淹死我们的白玉番茄！你这屎盘子可别乱扣啊！堂叔也不是那种不通情达理的人。你大棚里种的那个什么
白玉番茄，外头老板收价30块一斤呐，10亩地，少说也能种个2、300万吧。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叔最近养猪场资金周转不开，正愁着呢。既然3天后有特大暴雨，你这大棚又离不开我边上这块地排水，那咱们就做笔买卖。这是股份转让协议，只要你签个字儿，把你这大棚的干股分给堂叔2成，你大棚每年净利润的20%归我林大强。叔二话不说，立马让推土机把这沟重新给你挖开，挖的比以前还宽还深。2成干股？我这大棚一年光是这一季的纯利润就有200万，2成干股，那就是硬生生要从我手里抢走40万，这是趁火打劫。林大强，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？你填了公家的防汛沟，还敢拿暴雨来勒索？小赵，把锹放下。峰哥，他这是明抢啊！我知道，我太了解林大强这种滚刀肉了。林大强就是吃准了我投鼠忌器，赌我不敢拿300万的投资去跟他硬碰硬。林峰啊，这天可眼瞅着就要变了，3天时间一眨眼就过去，你不签行啊？那咱们就耗着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几百万的大棚先变成化粪池，还是我这几棵杨树苗先淹死？随便你去哪里告，反正这是挨着我的地界，我填个坑种树合理合法。距离气象台预报的特大暴雨降临还有整整72小时，这就够了。2成干股，40万。林大强，你就不怕这笔钱太大，撑破了你那张嘴？你少吓唬人！不想大棚绝收，你就得给我签。林大强，你听好，我的股份你吞不下。这条泄洪沟你现在不挖，等天灾下来，自然有人收拾你。小赵，通知所有工人撤回大棚，盘点物资。峰哥，我们就这么算了？算，在我的字典里就没有算这个字儿。他要玩不要脸的套路，我今天就走程序，陪他把这盘棋下到底。既然他要拿暴雨做局，那我就让他亲眼看看什么叫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倒计时正式开始，距离特大暴雨还剩不到60个小时。林大强，你别搁这儿给我装大爷！你在这个节骨眼上把公共排水沟填了，想把村头头那片地全给淹了吗？大强，你这事儿干的不仅不地道，而且严重违法。根据防洪法的相关条例，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填埋、截断公共泄洪通道和自然水系。那条排水沟你私自填没，已经构成了违法行为。如果不赶紧挖开，执法大队不仅要给你开巨额罚单，你还得负法律责任，要赔偿林峰所有的经济损失。罚款赔偿，老李，你少拿这些大帽子来压我这个老农民。我不懂什么法典不法典的，我连小学都没毕业，我只知道那条沟紧挨着我的承包地，我看着碍眼，填平了种2棵树，怎么了？老天爷下雨关我什么事儿？凭什么淹了水要我赔？林大强，你那叫种树吗？你分明就是趁火打劫。你填死整个泄洪通道，不就是为了逼我给你那2成大棚的干股吗？林峰，你说话放干净点，谁敲诈你了？你有证据吗？哎呦，我的心口疼，我这高血压犯了。村长啊，老李呀，你们看看，这当兵的回来的，仗着自己有2个臭钱儿，逼死老头子了，我不活了。林大强，你少给我来这套！我现在正式通知你，必须在24小时内把填埋的开水沟恢复原状。逾期如果不恢复沟渠，将依法对你处以行政罚款。
行，老李村长，既然镇上都下文件了，我肯定照办，我接受整改。林峰啊，你看，叔多配合工作，我这就去借挖掘机，把你那条宝贝水沟重新挖开。不过嘛，你们也知道，这十里八乡的挖掘机现在可不好找啊。我明天一早去镇上挨家挨户问问，要是运气好，3、5天能租到一台；要是运气不好，10天半个月的也不一定啊。林大强，你在这跟我玩拖延战术？哎，小伙子，话不能这么说啊！我答应挖了呀，但机械不是我家的，我借不到机器，总不能用手抛吧？至于这雨什么时候下，我林大强管得着吗？疯子，叔尽力了，村里和镇上已经下了死命令，但这人摆明了就是用拖字术，他吃准了你等不起。要是真等水利部门停止执行，最快也得走完几天的流程。这暴雨可是后天就要下呀！这就是典型的基层法盲，他不是不懂法，他是太懂怎么钻时间差的空子来拿捏你了。林老板，实在不行，你自己先雇挖掘机去把外面的沟挖开。不行，那块地虽然是公共泄洪沟，但紧挨着他的承包界限，他现在人就在那儿守着。我如果强行派机械过去，他往履带底下一躺，只要一出安全事故，有理也变成没理了。到时候工程不仅得停，我还要负全责。林大强的算盘打得太精了，他就是在用自己的无赖赌我的时间成本。如果我妥协，就要每年给他交40万的供。恶人往往就是利用这种不要脸的手段，逼着老实人低头。但是他算错了一件事，我林荒从来不是什么任人拿捏的软柿子。当兵12年，我学的不是怎么跟流氓妥协，而是怎么在绝境中依靠实力打出一场雷霆万钧的反击战。想让我低头，想用拖延战去耗死我。既然走外部疏通的常规路线来不及，那老子就另起炉灶。峰哥，稀客呀！大半夜找兄弟，有啥急事儿？大雄，手里能动的重装机械还有多少？3台50吨级的履带式重型挖掘机，2辆重席装载载商随搅拌车能吊10辆。怎么了，峰哥？你那大棚要搞什么大动作？够了，马上把机械全部给我拉到落霞村，再给我带50个手脚麻利的熟练工。现在，峰哥，预报说3天后可是特大暴雨啊，这时候开工。对，就是现在！我要用这不到48个小时的时间，在我的合法红线内，硬生生砸出一套独立的内排防汛系统出来。钱不是问题，按市价3倍结账。今天晚上12点之前，我要看到所有的挖掘机停在我的大棚外头。3倍，峰哥，你这是遇见坎儿了啊！峰哥，你等着，只要手续合法，兄弟这就带人过去帮着工程扛下来。12点前机械不到，我提头见你。林老板，你跟林大强的事儿，昨天老李回来都跟我汇报了，镇上也给林大强打了电话，严厉警告，可那老狗皮膏药直接关机了。这事儿要是按水利执法的正常流序，下达整改、复啥，再到申请强制执行，怎么也得走个3、5天。这特大暴雨后天就到了，根本来不及呀！陈主任，我知道指望走流程去挖外面那条沟来不及了，所以我今天来不是来催执法的，我是来走合规报备手续的。你要自己搞内部大基建？对，既然外面的公共排水沟被他填了，短时间内指望不上，那我只能在自己的承包地内部进行防汛自救。陈主任，您看清楚，我所有的动土和建筑全部在我的自有土地红线范围内，绝不越界1毫米。同时，在靠近林大帐交界处的内侧筑起一道2米高的钢筋混凝土防射墙，纯粹是为了保护我的大棚地基不被雨水冲刷。5米深的池子，2米高的混凝土墙，林老板，你这是要在地里造一座堡垒啊？这工程量2天内你能搞得定？这就是我的事儿了。陈主任，我这叫为了保护高价值农作物的紧急避险和农业防汛基建，高墙建在大棚内侧，绝不阻截外部天然径流。树水池也是自用防汛设施，完全合法合规，对吧？完全合法。你这是在自己家里挖坑砌墙，只要不越界去打外面的天然水系，谁也管不着。而且这是你自掏腰包搞防汛自救，镇上绝对支持。
都带来了50个最顶尖的熟练工3班倒。峰哥，你句话，是哪个不长眼的敢堵咱们的排水沟？老子现在就用履带把他的家给平了！大兄，收起你的脾气，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咱们不搞打打杀杀那一套，咱们今天要用完全合法合规的方式给某些人上一课。乖乖，深5米、长宽各10米的超大型蓄水池，还要在大棚内侧打一道2米高的承重湖泊墙。峰哥，这抗压级别，你是要在地里修个微型水电铲啊？别废话，2天之内能干完吗？2天？峰哥，你太小看老战友的战斗力了。不用2天，48个小时内，我让你这套内排防汛系统连只苍蝇都飞不去。兄弟们，下车，抄家伙，准备开干！哎呦喂，林峰啊，这阵仗可真够大的啊，花不少钱吧？怎么着？镇上下了通知管用，你想雇工程队来强挖我边上这条沟？我告诉你，这条沟挨着我的地界，你要是敢强自动土碰我一根树苗，我马上报警抓你寻衅滋事。林大强，把你那点可怜的见识收一收，谁说我要去挖那条公共排水沟了？笑死我了，林峰。你不去疏通外面的沟，你让挖掘机在你自己大棚的院子里刨土，怎么着？你想在自己地里挖个小水坑，把暴雨全装下？你以为那是东海龙王的净水瓶啊？我告诉你，特大暴雨一倒下来，没有外面的泄洪通道，你就是在里面挖个池塘，大雨一灌，照样连你的大棚一起淹成王八池子。呸！别折腾了，有这几10万请工程队的钱，还不如乖乖把那2成干股的转让钱切了。我最后再等1天。等雨点子砸下来的时候，你就是想给我5成，我都不要了。大雄，在清场，从现在开始拉起警戒线，咱们的施工全部在红线以内进行，绝不逾越半步。但任何人胆敢跨过红线干扰我们合法施工，直接扔出去。得令。峰哥，这片地的土质比想象中硬，下面有一层10几公分厚的盐沙层，要是换村里那种普通小挖掘机，一晚上都挠不开这层皮。换破碎锤，直接给我砸碎它！这笔钱我出得起，机械哪怕干报废了我也认，但这个池子今天晚上必须给我掏出5米的绝对深度。明白，兄弟们，换炮头，给我狠狠的凿！这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水坑了，这是一个地下防汛堡垒的心脏，正静静等待着接下来的暴雨狂澜。太疯狂了，峰哥，你这简直是在向地下借命啊！光有坑还不够，要把整个50亩坡棚顶的雨水全部收进来，还得看管网。内排系统防汛标准给我接，绝对不能漏1滴水出去。好嘞，兄弟们，重型管网上！那我就在自己的合法地界里造一个真正的地下水库，把落在自家头顶的雨水全装起来。可是峰哥，气象台说的是1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，这500立方的池子万一也装满了，甚至溢出来了怎么办？而且地下水水位一上来，泥土泡软了，会不会塌方冲垮咱们的爆棚地基？你以为我连夜调那么多商纠搅拌车来是摆设吗？明天的硬菜还没上呢。这他妈是什么鬼东西？这坑看着还算顺眼吧？林峰，你少在这儿跟我装神弄鬼！你以为你挖个破坑就能保住你的大棚了？老子告诉你，明天可是特大暴雨，整个盆地的水都会往下流。你这坑再大，顶多半个小时就能给你灌满。到时候水溢出来，泡烂了地基，你的白玉番茄照样得死绝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填那条沟是唯一的出路。你这坑顶多算是你给自己提前挖好的大坟墓，不想死就乖乖把干股合同给我签了。我的坟墓？
林大强啊，林大强，你真以为我花几十万请机械连过来，就只是为了挖个坑而已吗？你马上就会知道什么叫合法合规的铜墙铁壁。大雄，弃坑作业完毕，上山回，给老子起墙！钢筋组动作快，模板给我卡死了，1毫米的缝都不能留。放料！接下来是林大强终于看懂了这堵墙的恐怖之处，从而彻底疯了一般在红线外泼妇骂街。林峰，你疯了！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把墙砌这么高，外面的水怎么流得进去？你这是要把路给彻底堵死啊！这意味着我的大棚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水泼不进的坚固堡垒，而外面因为它填沟而无路可走的洪水，就会顺着地势全部倒灌回只比大棚外围高出颇半米林大强万院子里。他的养猪场将会变成整个盆地因为吹沟堵塞而导致的唯一受灾点。林大强，这就叫做自作自受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唐叔，你不是说你填坑种树合理合法，老天爷下雨不关你的事儿吗？那我现在在我的合法大棚内部砌一道保护地基的防射墙，又关你什么事儿？外面天然排水沟的水排不排得出去，取决于沟有没有堵死。怎么？你现在心虚了？你这是报复！你这是草菅人命！我绝不允许你砌墙！停下！都给我停下！老东西，峰哥发过话，敢越红线半步干扰合法施工，老子把你当混凝土一起搅到砌墙里，你试试！好啊，林峰，你敢搞非法违建？你这种2米高的水泥墙根本没有审批，我现在就打电话，我让你这违建今天就得被推平。喂，我要举报！我们落霞村有人搞违建，非法违建2米高的水泥墙，严重阻挡了我的视线，还威胁我的人身安全！你们快来管管呀！再不来出人命了！林峰，你死定了！等执法队的车一到，你这破墙就得当成违建强拆！我看你这几十万的工程费，今天怎么打水漂？张队长，您可算来了！您看看，2米高，您快看看，就是这个非法违建呐！这个林峰仗着自己在外面赚了点臭钱，在村里横行霸道，不仅雇来这么多大型机械污染环境，还在大棚边上搞违章建筑。他这墙砌得像监狱一样，完全是违法的呀！您快下令给他推了吧！你是这片大棚的负责人林峰，有人举报你非法违建，请出示相关手续。张队长，他有个屁的手续，他这就是连夜突击搞的黑工程，快让挖掘机把墙砸了！张队长，这是我们在镇里合法备案的施工文件。3天后就是特大暴雨预警，我这是为了保护50亩高价值农作物在自有土地红线内部进行的农业防汛护坡基建。这道墙退后了交界线，完全在大棚内部，绝不拦截外部的天然自然急流，更不涉及任何违占地。拉皮尺，测红线。队长，测量完毕。这道混凝土墙的外缘距离2家交界地界足足退后了半米，完完全全处于林峰同志的农业大棚内部，属于内部防护设施，绝无越界。林大强，这叫哪门子的违建？人家在自己大棚内侧修的防汛护坡防沙墙，手续齐全，合规合法。你懂不懂什么叫合法基建？不是张队长，这不对啊！他这墙修这么高，水流不进去啊！到时候下暴雨，水流不进他的地，外面沟又不通，那水全得往这儿呀，往我家猪圈里灌啊！他是故意害我！荒唐！你还要脸说？外面的公共排水通不通，取决于谁？是你林大强，你自己把公共泄水通道堵死了，让外面的水没地方流，现在反而怪人家在自己的大棚里面修防水墙，难不成人家要拆掉？林大强，我警告你，恶意举报是浪费公共行政资源。昨天镇上已经给你下了整改通知，让你挖开那条沟，你不仅不挖，还在妨碍别人合法自救。看在你一把年纪的份上，这次口头警告，如果再敢无理取闹，阻挠合法施工，直接带回所里按寻衅滋事处理。收队。大雄，抓紧拆墨，刷防水涂层，咱们这套内排系统今天就要彻底完工。是。距离预报的特大暴雨仅剩不到3个小时，
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。快，船部所有模板板全部卸下来！快！峰哥，防水组准备就绪。我亲自来，说好，一寸缝隙都别给我漏掉。死老婆子，赶紧使出来搭把手，把这2头新买的种猪给我赶进下面的猪圈里去。当家的，你疯了！你这会子买什么猪啊？咱们家地势这么低，外面那条公共排水沟又被你填平了，这万一暴雨排不出去，猪不全得淹死？放屁！他林峰以为再修个破墙就能挡住水了，一会儿雨下大了，外面的水流不进去，直接就能把他那堵墙给冲塌了。可是那墙看着挺结实的，这外面的沟被你堵死了，水万一往咱家院子灌咋办？闭上你的乌鸦嘴！老子填那条沟，土压得死死的，就算有水，那也是先淹塌。赶紧的，把猪赶进去。峰哥，雨点子砸下来了，撤！大雄，让所有重型机械立刻开上外面的公路高地，通知所有工人去镇上的宾馆休息。小赵，财务那边已经把3倍的工钱打到各位兄弟的卡里了，大家查收一下。峰哥，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能行吗？要不我带几个兄弟留下陪你。不用，防汛系统已经建好，接下来的事儿全自动运行，谁留下也帮不上忙。带兄弟们撤离低洼地，注意安全。明早雨停了，我请大家吃杀猪菜。好，兄弟们，撤退！特大暴雨终于撕裂了天际，毫无保留地倾泻在这片土地上。阵地已经筑好，好戏开场了。天河岛观这4个字，形容今晚的落霞村，再贴切不过。第一块屏幕是大棚内部的红外线高清监控。第2块屏幕对准了那个5米深的超大蓄水池。第3块屏幕是白玉番茄的种植区。老战友的手艺确实靠谱。那2块屏幕对准的是大棚外围，也就是林大强家的院子。叫什么叫？大半夜的叫丧啊！水，哪来这么多的水？我的老天爷呀！怎么会这样啊？外面的水怎么全往咱家灌呀？别嚎了，快去开大门放水啊！当家的，猪，咱们的猪要淹死了！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为什么水排不出去？为什么全灌进我家了？老天爷是公平的，水也是公平的。这场闹剧，从他开着推土机填沟的那一刻起，结局就已经注定了。
老婆子，别哭了，赶紧拿绳子把猪往屋里赶啊！往这边走，往这边！啊！当家的，咱不救了，咱不要了，水越来越深了，快上来啊！放屁！这全都是钱！我的猪啊！不行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得放水，必须得把水排出去。铁锹，老婆子，快把大铁锹扔给我！挖，只要挖开一条缝，水就能下去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挖不动？给我开！给我开！如果不填着沟，疯子，疯子，救命啊！叔，求求你了，你把墙砸开，就砸一个洞就行。疯子，咱们可是没出武松的本家啊！我是你亲堂叔，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叔一家老小死在这水里吧？我那几十头猪马上就要全淹死了！你大棚有50亩地那么宽敞，你把墙砸个口子，放点水进去，顶多淹你几垄地，伤不到你元气的。你那么有钱，几百万的大老板，你还在乎这点损失吗？叔给你跪下了，你赶紧拿大锤来呀！林峰啊，你个没良心的后生，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啊？要是今天不砸墙泄洪，我们老两口就一头撞死在你这大棚外面。林峰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林大强，你给我把嘴闭上！亲戚，3天前，大喇叭刚播完特大暴雨预警，你开着推土机把全村公用的天然暴雪沟填死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咱们是一家人？我找村委和水利站调解，你拿着整改通知书当扇子扇风，拒不执行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咱们是一家人？你拿着那份干股转让协议，趁火打劫，张口就要我每年40万的利润，扬言要看着我的大棚变成王八池子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咱们是一家人？现在水淹了你的猪，
你跑来跟我谈亲情了？林大强，你的脸皮是防弹衣做的吗？那是以前的事儿，现在情况紧急，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！你这墙挡着水，你砸开一条生路怎么了？我挡着水？你给我竖起耳朵听清楚，这道墙是我在镇合法备案建在我自有红线内部的承重防护墙，它没有阻截1寸外面的天然河道，真正挡住水的是你亲手填埋的那条公共泄洪沟。只要这道墙砸开一个口子，强大的水压会在瞬间把缺口撕裂，你院子里那些带着猪粪、垃圾的洪水就会像瀑布一样倒灌进我的大棚基地，我大棚里200万的纯利润瞬间就会灰飞烟灭。就为了救你那几头破猪，为了给你违法填沟的行为擦屁股，你要我毁坏自己的合法财产，拿几百万来给你陪葬？林大强，我几百万的蔬菜要是毁了，你拿命赔得起吗？砸墙绝无可能，今天绝不让步半分。林峰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就是见死不救！你看着老天爷淹死我！我要去镇上告你，是你修墙不让水进，是你害了我的猪！见死不救！你放心，我是个遵纪守法的人，冷眼旁观这种事儿我干不出来。就在20分钟前，水位刚漫进你院子的时候，我已经打通了镇应急抢险队、水利站以及王村长的电话，他们带着大型抽身棒，已经在赶来落霞村的路上了。村委也会协调临时管线帮你排涝止损。林大强，你别高兴得太早，你以为官方的人来了只是来帮你抽水的吗？特大暴雨预警期间，你为了敲诈勒索，恶意填埋全村公用泄洪通道，拒不执行整改通知，导致严重内涝。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邻里纠纷了，这是破坏防汛设施。镇水利执法的领导马上就到，你马上就可以去向他们解释，这满院子的粪水到底是天灾还是你违法乱纪造成的人祸。好好反省你到底做错了什么吧，等救援队一到，会清清楚楚的教你下半辈子怎么做人。林峰同志，你电话里说这边内涝严重，现在什么情况？人员没有生命危险，但林大强一家的院子已经被洪水倒灌。我大棚这边因为提前做好了内部防汛闭环，暂时安全。马上行动！青天大老爷呀，你们可算来救命了啊！是林峰，是他修了那堵高墙把水挡住了，才害得我家被淹的。林大强，你还要不要你那张老脸了？林峰同志的防渗墙建在自家大棚内部，手续齐全，是合法的农业防护设施，根本没有阻挡外面的天然水系。真正导致内涝原因是什么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别听他胡搅蛮缠。3天前，大喇叭刚播了暴雨预警，就是这个林大强为了敲诈勒索，不推土机，把北边那条公用的天然泄洪沟给填死了。镇水利站给他下了限期整改通知书，他当废纸一样拒不执行，这水排不出去，全是他自找的。林大强，王村长说的是不是事实？我最后一次那沟挨着我的地，我想种树。种树，在红色暴雨预警期间，把全村公共的泄洪通道填了去种树。林大强，你的行为已严重违反防洪法，现在依法对你进行严肃处理。第一，责令你在此次抢险结束后，立刻限期开挖复原沟渠。第二，因你拒不执行整改，导致防汛险情，水利执法部门将依法对你处以行政罚款。如果逾期仍不恢复，不仅罚款加倍，还将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。
峰哥，这老小子也有今天，要不要我带几个兄弟下去，顺便骂他2句，给你出这口恶气？不用了，法规已经给他相应惩戒了，做人留余地。峰哥，发财了，彻底发大财了！这次特大暴雨，外地很多老旧大棚受灾，高端番茄彻底断供。咱们的白玉番茄因为防护得当，一根藤都没折，品质极佳。现在的收购价直接从30块飙升80块一斤。大雄，安排人手开棚采摘。